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完全没有力气的感觉啊。那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思玉老师，哎呀，老朋友了。在思玉老师说话之前，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们说明一下。本来我们有一位大叔的，对不对？对，他退出了。他退出了，所以我们就是以后长期合作的对象换人了。是我吗？对，以后就是二叔一姨，没那么老了，二叔一姨。中文好长的名字。Two uncles and one aunt。预知灿叔详情，请留言啊！你们必须留言，留言灿叔就回来了。好，我们不要冷落了今天的嘉宾啊！灿叔这种事情以后小事儿。我觉得思玉老师你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对，因为你现在在西班牙嘛，你到底是谁，做了什么事，然后最近去哪里了？我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对，介绍一下好了，怕有的同学对你很陌生。好，所以首先我很高兴，就是在接受到大叔的邀请，然后可以过来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我是一个怎么说，外国媳妇儿吗？我现在因为住在西班牙，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外国人，对不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外国媳妇儿。然后我们已经结婚2年，但是我们认识已经6、7年了。哇，很长的时间。还有爱情的结晶呢？宝宝也有2岁了，所以一个超萌的那个混血宝宝，就是看那个照片就觉得小天使那种感觉，好想捏一捏。你们就远观就好了，就不要远观不可亵玩焉，就不用亵玩了，看起来很天使，可能魔鬼小魔鬼。对。你真的自带话题，因为你在西班牙，我知道你老公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对啊，然后你回到云南又有那么中国的大家庭在那边啊。对，我们常看那个就是中国电视剧那个婆媳关系啊，就是很难相处，对不对？针锋相对啊。对。然后我们也很好奇，你做一个西班牙人家的外国媳妇儿啊。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生存之道吗？对，外国媳妇儿的生存之道。对，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哎，就如大家了解的一样，就是外国人他们的距离感就是很强。对，他们不会太去融入，他们不会太去介入，就是孩子的家庭。所以我们的婆媳关系其实没有国内的那么紧张。就是因为我的婆婆她不太介入我的家庭，就是我们离她住的就5分钟走路的距离。但是他们来我家可能就来过2、3次。不会想要抱孙子吗？对啊。他们会想，但他们不会跟你要求，就是除非你跟他说，邀请他，我带孩子去你家，或者是你们要过来嘛，他们才会同意。就是他们是不会主动提出说我能去你家吗？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像中国的这个婆婆的话，直接就闯到你家了，直接砸门而入吗？可能都有你家的钥匙，对吧？这个我们要让这个看我们视频的人了解一下，因为我会觉得非常惊讶。身为一个这个中国背景的人，我会很惊讶的是说，思玉老师刚刚说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跟这个公公婆婆家只有5分钟的距离。对，这些奇怪的外星人一样的公公婆婆居然没有想要常常去你家抱孙子。跟各位同学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那个公公婆婆可能每5分钟会去你家一趟哦。对，就是会很夸张，而且不会经过你的允许，然后不在乎你的喜好或需求，他们想来抱就是来抱。他们会肆无忌惮的介入你的家庭生活，而且可能会指责一下，就说哎，你看这个家里弄这么乱，你怎么给孩子吃这个东西啊？对，这个在我身上发生过，但是不是我婆婆对我说的话，是你妈是吗？我妈妈对我说的，她很喜欢指手画脚。对，我说天哪，有时候觉得我这婆婆太好了啊！你妈妈会对啊，你带孩子回国的时候，你妈妈怎么指手画脚的？
我带孩子嗯回国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是时嗯间很短，他很珍惜在一起的嗯时间，就是嗯他不太敢惹我，因为他知道惹我生气的话，我可能以后就不带孩子回来了。但是我们平常嗯有视频聊天，就是不回国的时候，所以他每次啊，看我就会说，哎，你怎么给孩子喝这么冷的水？哎，你为啊，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会觉得哇，天呐，很头痛。这个就嗯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嗯差异。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是所有中国家庭都一样，嗯婆婆都一样，对不对？就是西嗯班牙也一对样，对对对，就是有家庭观念很传统的这种家庭，对，也有就嗯是同意。就是我们说距离感很强的家庭。就嗯是对我公对，公婆婆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属于一方面他们年纪也大了，就是嗯，嗯对可能对，没有太多的精力。嗯但是另一方面，他有在压抑。我觉得我啊，真觉的吗？得他有在压抑，就是他非嗯常想看他的孙子，不行，但是他又不想太过多的介入我们的家庭，所以他一直嗯在等我们嗯，释放信号，就是说你要来来，看吗？对你，啊你要我们把孩子带到你家去吗？就是嗯他一直哦在等这样的时机。我们虽哦然都有彼此的 哦 WhatsApp 的联系方式，但是我们两个啊很少私下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我老公跟我婆婆先生，交流以后，对，所以啊，才会有这样的就是信息交换。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彼此想要去更亲了解对方近？对吗？啊，了解一下的是你觉得那个感觉。我们能聊什么呢？除了嗯，孩子以外，八卦你老公啊，聊。他为什么要在这个也是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嗯嗯，就是外国同意。的父母可能很少会在其他人面前说自己孩子的不好，因为他们可能啊嗯就是文化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嗯哪像国内对不对？哎，我孩子啊，淘气死了，哪有嗯你家孩子好？就是会刻意的通过就嗯，是贬低自己的对，孩子来达到社交目的，可能会是这对，样的情况。但是外国家庭很不会，所以我跟我婆婆基嗯本上不会有就是必要的沟通、私下沟嗯通的机会。OK，那思雨老师，你先生对于这方面的想法嗯是什么？比如说，哎，我们老婆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要把小孩抱回去啊，让他们两老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或一个跟你沟通过这件事情？我是很支持他做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考但是他虑前，不做他会做，但是我们前提是要啊，考虑我的公婆是不是有空。就嗯是OK 你知 OK，道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每次要去公婆家，我们嗯必须打电话提前嗯，预约一下，就是嗯说，不可以一下对，还要提前通知我说，哎，我们半个小时以后去你家，啊差不多待1个小时，你们嗯看哦，行不行不行？行啊？对，啊但是他们很少拒绝，就是除非是真的很有急事的话，基本嗯上他们都是会同意我们把孩子带过去的，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然后我们要给他们说1个小时哦或者2个小啊，时。不能哎，这么这个具体跟我们学生跟我们订课是一样的哦。你要跟我 book a lesson，然后打电话先，对，1个小时，对不对？啊。哎，40分钟、50分钟，那你跟你老公想二人世界的话，怎么的也得定个哇， 5个小时、6个小时吧？对，但是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情呃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嗯公婆他们年纪大了，所对以嗯体力有限，就是嗯我觉嗯，得我们最多能把孩子放那儿就大概两个嗯小时了。嗯，是吗？哦，对，所以孩子还在小，孩子还对，因为他嗯很小，他的需求很高，需要大家一直在后面追着他、保护啊，他、明白看着他明白，这样。嗯所以我公嗯婆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嗯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他们不敢把孩子带到公嗯园，因为他们害嗯怕可能自己的体力跟不上，没办法就是嗯照顾到孩子。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就是说，在中国几乎都是嗯由这个自己的父母或嗯另外一半的父母，嗯他们来照顾，他们很喜欢，如果他们退休的话，嗯，嗯所以对啊，在中国几乎这都是自己父母辈的工作。对，我觉对，得国内的老人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工作，他们嗯就是完全不会拒绝，甚至会欣然的接受。就是虽然他们可能也很想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这个就是已经觉嗯得这个就是我的事儿了，就是因为可能社会环境的因素。嗯这个我们解读一下哦。我觉得，比如说在台湾，
台湾的老人比较不会规划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以他们把带孙子孙女当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兴趣爱好，所以他们就会逼小孩子生，你一定要生，不然我的退休生活怎么办？我怎么办？对不对？对，所以在台湾你几乎看到就是哇，那个爷爷奶奶就是抱着那个推着婴儿车这样啊，很可爱。这就是他们的退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你不给我生个娃，我怎么过我的退休生活？对啊，感觉这是一个生活的寄托，就是必须孩子生娃之后，他们的退休生活才丰富起来，好像不然少点什么。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大部分的就是国内的人，他们老人就是他们很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忙，一直在工作，所以就是已经忘了自己的生活。那这么听完，感觉你的小家在大家中就是非常的独立，就是有一条看不见的，但是很明显的一个界限，对不对？鸿沟。对，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就是虽然就是我和婆婆家是有就是家庭关系的。但是我们又就是我嫁的这一家人的家庭观念，就是各自独立的小家的个体，然后我们在有时间变成一个大家庭，就是约一个时间见面，约一个时间吃饭这样的情况。那问题来了啊，因为你们肯定有大家庭聚会的这个场合，那我知道你的婆婆有2个儿子，对，所以有2个儿媳啊，所以儿媳之间没有竞争吗？会不会想我要表现得更好，比另外那个儿媳？2个儿子的家庭都回来之后，就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攀比嘛，那外国人会不会被我们传染了？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平时都太过于独立了，就是说我们没有竞争的目的，我们就是组成家庭不是为了讨婆婆欢喜的。可是你有本土媳妇和外国媳妇，这一点中国媳妇非常加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作为中国人，就是我们有中国人的血液，就是顾家。对不对？但是外国人他们又非常的就是自由、自我，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婆婆可能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不是我刻意去表现，就是她会觉得说，哎，你那大伯哥那媳妇儿，她怎么这样啊？但是我并没有去刻意竞争，就是我就是展示就是我的中国传统而已。她怎么样了？我现在很好奇。那个大伯哥家的媳妇儿怎么样了？这个八卦的感觉起来了，好喜欢听哦。对，来，情况就是大伯哥家的媳妇儿就是我的，就叫大嫂吧，大嫂对，我的对大嫂呢，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就是她从事的是艺术行业，你知道忙的感觉。其实这个职业一出来的话，中国家庭可能也会犯怵，对不对？就是说不会在家，不会顾家很多，对，不稳。对，首先他们会觉得这个工作不稳定，然后其次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演出，而且我的这个大嫂呢，她是需要海外巡演的。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工作之间奔波，所以能够照顾孩子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少。你的大伯有几个孩子？有2个孩子。OK， 所以大伯要照顾2个孩子是吗？在家？大伯也很忙，大伯是个音乐人是吗？那谁照顾孩子？有请保姆？对。没有保姆，然后我的婆婆她不会像中国婆婆一样，就是全身心的投入照顾她的孙子，所以最后这个担子呢就落到了就是大嫂的妈妈的身上。所以你们可以看，西班牙人还是有老人愿意带，不能说愿意吧，他们还是会接受带孩子这件事情的，可能就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可能半强迫没有得选择了。对，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婆婆就会觉得，这个我觉得跟中国婆婆很像，就是虽然2方都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对不对？但是她最诟病的就是我大嫂的这个职业，说一点都不顾家，就是总是往外跑，工作那么忙，但是又不稳定，她还不如找一个稳当的工作。
得了。但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大伯哥提过，就是让他媳妇改行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可能公公婆婆会觉得自己的媳妇儿不务正业，对不对？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做这种舞蹈的职业，如果是中国的公公婆婆，会觉得说，社交关系好像比较复杂，然后又不能顾家，这个犯了大忌。对，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他们两个还会结婚吗？就是首先可能在根源上就斩除了这个可能性，就父母一开始就会大力反对。阻挠，不让谈恋爱。你说你与其找一个舞蹈演员，你不如找一个公务员得了，对不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找个会生的找个有时间顾家的看孩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能够顾家最重要，对不对？就是都是这些传统的话就出来了。对，就是这边就是虽然我们说比较开放一些，首先他能接受你是各行各业的，就是人，但是可能后来还会有一些情绪在里面嘛。就是我虽然不满，但是我不会过多的介入。比如说我婆婆跟我大嫂从来没有过正面冲突，对，就是所有我婆婆的不满，她都是跟她的儿子说的，她是从来不会正面去刚她的这个儿媳妇的，因为她可能觉得。他跟我说的情况是我婆婆在跟我大伯哥沟通无效以后，然后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对，他们会当面抱怨，所以我也就听听就好了，就是我不发言，首先我是绝对不会介入他们家庭纠纷的，因为我不想自己去趟这潭浑水。对啊。总的来说，我婆婆她的不满，她是不会向就是家人以外的人抒发的，她不会像国内的婆婆一样去介入你的家庭关系，不会私下去找你的儿媳妇儿去谈话。就是国内婆婆经常会做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公公婆婆压力蛮大的，因为只要自己的孩子有这种家庭问题或者是教养问题，他们几乎都愿意主动出来，对，做和事佬啦，做解决问题的那个人。对，他们会把这种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他们会觉得他们是责任的一部分，他们有必要去。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在没有孩子之前也很容易注意到，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恋爱关系的时候，或者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公公婆婆在中间还扮演了，不一定公婆啦，可能也有女方家庭岳父岳母，对不对？会扮演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角色。对啊，对，因为在国内，你两个人的结合，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它涉及到两个大家庭的结合。但是在这边，我就完全不用担心，就是首先我爸妈不在这边，然后其次我没有就是直接跟我公婆有私下沟通的必要，就是所有事情都由我老公来处理。我最近回国了一趟，回中国过年了，然后因为这是。我跟我老公孩子第2次回国，可能就是中间感受到的，就是大家对家庭的理解，就是突然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以前可能知道中外家庭可能会存在差异，但是我真的就是身临其中以后，就发现就是不有好有坏吧。对，你老公和带着你的儿子，带着这个西方的脸去到了云南一个那么小的几乎永远看不到外国人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很好奇他在中国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啊？你老公对，他怎么说？这趟旅行就是虽然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还小，可能我们当时就是也没有太多的跟家人接触，因为要照顾到孩子的作息时间。但是今年因为可能孩子大了一点，可以又是碰上了春节的时候，对啊，家人最多的时候，所以你老公成明星了吧？今年感触非常深。我老公哪一年去都是非常的大明星，因为一个大胡子脸的人出现在一个18线的小城市，谁看了都会很惊讶。那会不会大家都很优待你老公，然后就把你放在这样的情况吗？可能就是焦点吧，就是今年
很容易，就是很明显的能注意到这个焦点从我老公转移到了我儿子身上。对，当然，对，对，大家肯定还是觉得孙子辈比较亲，对不对？因为我老公毕竟是一个就是外人，对，外国人，对，所以今年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家庭观念，因为是春节到了，所以大家庭都聚在一起了。我妈妈有3个姐妹，我爸爸有1个兄弟，就是我们的家庭其实是非常大的。多少个人呢？哇，很多人。我妈妈家这边非常多，大概10多个、20个左右。所以春节的时候，你们家里20个人在一起吃饭呀？对，会可能团圆饭嘛。对，会团圆饭，就是可能春节前后我们都会在一起，不一定是当天，因为大家春节都有春节的假期嘛。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除夕前就回去了。对，我们是除夕前就回去看这个大家庭了，所以呢，你能很明显的就是注意到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孩子的方式啊，是吗？比如说我在外国的话，大家可能都觉得我的儿子就是长得非常不一样，因为是混血，所以大家哦你好可爱，大家就远远的就夸他可爱就好了，可能跟他打招呼啊，距离他始终会跟孩子保持距离。国内就上手了是吗？对，国内说哎阿姨抱抱，来叔叔抱抱，就是亲一口吗？对，大家都会想去捏捏他的小脸，都会想抱抱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当下第一次看见，我还觉得哇有点冲击，他要对我孩子做什么？因为可能是国外待太长时间了，对，会觉得说也还是保持距离。那毕竟是你的亲戚啊，你即使你心里不愿意，你也不能说什么，对吧？对，不能说什么，就是可能当下会觉得有点震惊，就是哇，他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但是慢慢的我就习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传过来传过去，就是传我的孩子，跟击鼓传花。我捏完他的脸蛋了，现在该你。这个先跟同学们说，这个在中国或华人社会传递孩子乱捏、乱摸、乱碰是被允许的，很常见，非常常见。因为这个要表示你爱这个孩子，不是说我就是忽视你的孩子，我越摸表示我好像比别人更爱你的孩子，对，就是大家很想去亲近这个孩子，所以呢，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一直在这样被传过来传过去，就是甚至于我都不用去照顾他，我可以在一边躺着，我划会儿手机，或者是我喝点咖啡，你后面都不管了，你们爱谁掐爱谁抱，我完全不用在意我儿子在干什么，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的家人他们一定会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的。而且他们就是很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儿子会在意吧？我妈在哪儿？不用付钱。我儿子也没有我也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我甚至于把我儿子扔到就是这个家里面。有一天我把孩子扔到家里面，我跟我老公出去买吃的去了。然后我们就去逛了一圈，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就是很少有哭着吵着要找你们，不哭不吵，然后我的家人就是非常的去照顾他，非常的就是喜欢他这样。所以思雨老师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无所谓，就知道亲戚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老公恐怕面临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吧？有压力吗？我觉得他有在解脱因为他语言也不是很通啊，他不觉得说他们对我的孩子做什么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长期照顾孩子，已经身心俱疲了，就是说哇，放假了，他们等于对我终于可以对信任的人撒手了，我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他的就是表情这些，我没有觉得他有在不舒服，他反而是会觉得说哇，你的家人，你有太多的家人太棒了这件事情，甚至于有人自愿的帮我们照顾孩子，不用我们预约，可能不用我们就是提前通知，对不对？他回来以后就会说哇，太棒了，有人帮带孩子。可是交流呢？对啊，因为毕竟他语言水平有限，那
那么多家人在一起，对，但是我们就要聊到中国人的包容感，你知道，就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就是对，是的。你虽然说不好中文，但你能说2句，那我已经觉得你很厉害了，说得很好，哇棒，对，甚至于情绪价值给的很足，对吧？所以我的老公不需要非常的精通中文，对但是他很容易就是能够做到让我家人喜欢。首先，我的老公他也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他不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非常典型的白人家庭，对不对？他可能有在融入我们的文化，他没有觉得说，哎，我不喜欢吃中国菜，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的老公他是在全力的做到，就是去融入我的家庭，去接纳我的文化。云南不是吃很多虫子吗？你就拿起一个虫子喂你老公，是吗？他有吃哦，他有吃哦，他完全不抗拒。是啊。我老公他本来就是一个杂食性动物，他什么都那也太杂了一点愿意去尝试，但是他可能也会说遇到我不喜欢吃的菜，他可能就是他不会拒绝，他会说我不想再去吃了。但是你拦不住中国家人的热情，对不对？哎，煎到碗就是给你放到碗里面，快吃快吃，对不对？哦，对。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有一点拒绝，就说谢谢，我不用了，我已经吃饱了。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他还是非常愿意的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对，回家以后就感觉我们彻底的可以解脱了，就是可以稍微当一下没有孩子的恋人。那两人世界，对不对？对，两人世界可以过一下，因为就算我妈妈、爸爸在忙，可能我叔叔、阿姨他们有空，或者是我的表哥、表姐他们有空，就是总是会有人帮我照顾孩子，我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小问题哦，这是我个人提出的，就是我对云南的饮食不太了解，我知道有吃虫子，但是是一个正餐会出现的一种食物吗？虫子这种东西，它也算是一种佳肴啊。那个虫子是那种就是有翅膀、有脚、有腿的那种，还是说那种好像那个蛆一样，就是很长的一条的，还是蚕宝宝那种，蚕宝宝那种。云南人受到了围攻，我现在不是因为这个在正常的汉人饮食里面是没有虫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会很好奇。云南的虫子就是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很难接受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一点我要夸我老公很勇敢，做得很勇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虫子？对，虫子还是蟑螂？我们有蟑螂应该不会吧？虫子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虫子，就是知道云南它是一个就是森林覆盖很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山里面，就是以前它是属于偏远地区，所以可能就是以前吃虫子它可能是它的生存之道，但是现在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传统，一个习俗。所以呢，我们吃的虫子类型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云南的城市可能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习惯。你去不一样的家里，桌子上就是不一样的虫子，不一样的虫子。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经常会吃到的虫子是属于蜂蛹。是什么？是蜂蛹？蜂蛹是什么？蜜蜂的蛹，蜜蜂的蛹。对，可能是马蜂啊、大黄蜂啊，白色的，然后是一个椭圆形的，是吗？软软的。对。啊，是炸着吃啊，跟蚕蛹很像，对不对？我们吃蜂蛹也吃成年蜂，我们也会炸了吃。就是从小到大都会把它吃就连那个连妈妈带孩子一起吃了。全家端。所以是以蜂为主的。对，蜂蛹算是为主，然后可能偶尔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竹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竹虫是细长的还是带角的？是细长的带角的。竹虫是在竹子里面的虫子。竹子里边有虫子啊？对，它是比较长的，然后也一般也是炸着吃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我们吃的是蝉。知了啊，这个知了啊，知了和蝉，对，就是一个东西。这个我见过，就是好像是说那个蝉就是从知了，它从那个土里边爬出来，对，
然后还没有变成那个知了就被拿下来，然后就给下油锅。对。因为知了会在土里面7年8年嘛，然后再爬出来。对，就好惨啊！就最后一刻出来了，还没交配就被你们吃了。对，大家都吃小乳猪，为什么会觉得说吃蝉这件事情很残忍？不是，就7、8年呢，人家7、8年从土里出来了。思玉老师，我想问一下，所以昆虫这种餐是平常就会吃，还是到了像过年这种重要节日才会有的？也要有季节性，你要看这个它产，就它的产出的时间，对不对？可能夏天会比较多，就跟云南人喜欢吃菌子、蘑菇是一样的，它是分季节性的，但当然也分场合，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云南家庭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但是更多的是有客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佳肴。但是不知道客人不一定会不会喜欢，但是出于云南人的心意，我们会觉得想让他尝试一下，虽然因为这个是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你不会一筷子夹到人家碗里说尝尝，来尝尝这个？不看家庭吧，我的家人不会这样，就是当我的家人把虫子放在我老公面前的时候，他们不会去逼迫他，但是更多的是他们会瞪大双眼，就是看我老公。这个好玩的状态是吗？会，要不要吃？吃不吃？这个大胡子男人会不会怕虫子呀？他们会非常期待看到我老公吃虫子以后的反应，但是我老公当然也非常的给力，他很喜欢，他每次吃后就说好吃。真的啊，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你老公很勇敢，对。可是我觉得你家人想看他那个害怕的那个表情。对，我的家人逃非常喜欢看，就是可能非常希望看到就是他很害怕，但是又不得不吃的表情，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如果你要讨好女方家庭，就是你一定要尽量少说不。对不对？要做勇敢的事儿，做勇敢的男人，让你的岳父就是印象加深，对不对？对，所以大家都拿着白酒过来敬你老公是吗？这个我也觉得是我老公不会说很流利的汉语的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云南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的交友方式通常都是以喝酒来进行的，但是因为我老公听不懂很多的就是流利的中文，对，所以呢，大家很想对他这个外国的姑爷来表示欢迎，都会拿酒跟他来喝。但是我老公前期已经说的非常明显，就是说我可能白酒不能喝太多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姑爷的话，可能会让家人觉得说他不行。对，他竟然会拒绝我们家人的邀请，就是喝酒的邀请。对，所以作为中国姑爷，他可能会就算知道自己不可以，他可能会逼迫自己去接受这个情况，然后融入到这个家庭。但我老公他又不管，他又听不懂你说什么，你骂他2句，他要跟你笑一下呢。所以对我觉得中国家庭对养女婿的要求会比本土女婿低，低得多。对，真的。对，所以就是我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好感，想要表示好感或友善或者是什么，我们真的都会对外国的女婿很包容。对，他们非常包容。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同意我老公就是拿啤酒和他们的白酒碰杯，因为这个在国内可能会觉得非常的不尊敬，对不对？你不尊敬对方。所以这也是他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好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他没有必要去刻意去迎合任何人，因为他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多好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女婿很累的，要去讨好岳父岳母啊，就要想买什么礼物啊，吃饭的时候说什么话呀，哪一刻去敬酒啊，就是要让那个岳父岳母高兴。所以其实我觉得累的可能媳妇儿比较多一点，但是女婿也不是很轻松。对，真的。所以就是2个人的融合，到后变成了2个大家庭的融合。你这样生活在里面，其实你要顾你的小家，你还要把这个大家的关系
给它融合好，其实是会非常累的。但是这一点我就比较庆幸我现在的婚姻情况，就是我不用刻意去维护任何一方的关系，就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是由我老公来维护。他的家庭和我们家庭的关系，然后我们回中国的时候呢，就是由我来维护我的小家庭和我的大家庭的关系。哇，这个感觉这是这个跨国婚姻的非常大的优势啊，就不用处理跟上一辈那个跟老一辈的那个关系就不用处理。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国姑爷可能会有一个压力，就是甚至你的父母辈你的岳父岳母辈会对你做一些经济上的考核。对，或者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但是我们对养女婿或许会，但是我觉得要求不会像中国姑爷那么高，标准会降低，我觉得降低很多，甚至你没房没什么，他们都觉得没关系，女儿喜欢就好了。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国内还是压力会比较大的，双方压力都很大。媳妇儿对于公婆的方面，或者是说姑爷对于岳父岳母的这一方面，其实我能理解国内人现在不太喜欢要孩子的现状，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就是我何必再把自己就是放到另外一个情况中，然后让我再去担忧其他的事情，还要我们就是结婚以后可能还要面临催生的这个境况，然后生孩子以后又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产生，我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我很理解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太累了。就是不只是自己父母辈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给压力。对，然后有了孩子，你怎么还不买房子？有了房子，你怎么还不怎么样？对，什么都要问，什么都要干涉，什么都要有压力，总是会有下一步。你生完孩子以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然后你做完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可能家庭的压力就是给到你，他们也是出于对你好的这个想法，然后给你施压，但是你会觉得说，我能不能喘口气儿？我觉得我还有30年的人生呢，至少或者是50年，我想喘口气儿啊。但是可能大家觉得你到这个年龄应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做的话，可能压力就上来了。对，这个真的是身为人特别是结婚的夫妻。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为什么茶叔的不婚主义就是这样子？我一个人孑然一身，无事一身轻，我把自己做好、照顾好就好了。对，也可以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专注于自己。就是每个人可能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对不对？最后我还要替小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吗？小朋友毕竟凭什么为小朋友问问题啊？你问，因为他在西班牙，就是都在西班牙，他都是可能跟小朋友都说西语，突然回国。这么多亲戚都过来用中文轰炸他，又来掐他，又来抱他，没有会不会不适应啊？我有很严苛的跟我的孩子执行双语教育，就是我会坚持跟他说中文，然后我的老公呢跟他说西班牙语。所以我的孩子他都能听懂，他两边都能听懂，是吧？对，他是能听懂的，但他可能语言就是发展上面他有点混乱，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很难就是开口说话。对啊，哪个语言是哪个语言，他不会混。他很难开口说话，他会混着说，但是就是他是能听懂的，所以他可以说一些中文的词是吗？他很会说中文，因为我平常带他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他很多情况下，我不知道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其他人也这样，他会对我说很多的中文词。很好奇，就是他这个中文词里边夹着西语，还是说？不一定，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只是蹦词儿的阶段，一个词一个词的蹦。对，所以他有的词儿他可能会说西班牙语，有的词儿他可能会说中文。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这个跨国家庭，我们都是能都是能听懂他说话的。但是我比较担忧的是，他去托儿所的时候，对啊，老师面对这个孩子说着一个外星语，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目前没有就是收到这样的信息，就是应该在托儿所他应该还好。但是我会怕大家会不会就是排斥，就是觉得这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就可能
不是说老师，可能孩子之间长相跟说话方式，对不对？我觉得孩子，但是他这个阶嗯段的孩子，可能大家还没有办法就是注意到对方的。我说大一点点啊，就是等他7岁左右的时候，对，大了以后他肯定会发现，就是自己首先我长得就跟别人不一样，其次我还惯了一个妈妈的姓，对不对？他就是有爸爸的姓和妈妈的姓。真的，你们是这样子做？对，他的第二个姓是我的姓，就是你的姓，对，我的姓陈，所以呢，就是肯定非常的就是难以避免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看吧，我们只能说一步一步看，因为你目前很难做出一个规划，你不知道他以后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你不知道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跨国家庭，特别是我觉得跨人种、亚洲人种、跨其他人种的家庭，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文化体。对对对，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欧洲人的融合，或者是欧美人的融合，这样他们可能会更容易的接纳对方。但是，因为我们亚洲和其他的州就是文化背景非常的不一样，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不会，我倒觉得你不会把孩子就是放到国内，让你爸妈带几年，然后让他把语言给这个学好啊？我会非常希望他能够回国学习，但是我个人我是很抗拒，就是全权把孩子托养给父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理念的冲突。对，因为我这次回国，我就是完全的体会到了，就是外公外婆对孙子的溺爱是无条件、无下限、无止境的。怎么溺爱啊？他会给我儿子所有一切他们觉得我儿子需要的东西，就算我儿子他现在还不会开口要，他就是已经变成家里面的小皇帝了。对对，溺爱，真的，对，非常非常的溺爱我的儿子，家里面玩具已经。就是我们还没到家之前，他已经有自己的房间了，就是我们不在国内住的情况下，他的房间里面堆满了玩具。而且他这些内容都事先没有征求过我，就是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跟我说，你的孩子需要这个玩具吗？他有吗？然后我经过我同意之后，他才会去买。但是就是你知道，国内的父母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完全不会就是觉得我是妈妈要尊重我的意见，他只是觉得我是外婆。就是我最大，对我有责任，我有义务要去溺爱我的孙子。这个也是我跟我妈妈吵架吵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无下限、无止境的给他买东西。怪不得你俩出去玩，然后孩子都不找你俩，完全没问题的。隔代亲是不是已经亲上了？这个绝对是，我觉得是国内的，可能是可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这个外公外婆，一定会做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征求父母同意就做了，对，绝对是这样子。这个是我长期跟我爸妈就是吵架斗争得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买东西这方面我不会过问了，那你们就买，反正我说你们也不听。但是吃的方面一定要事先征得我同意，比如说我不会给我的孩子吃糖，现在。然后我爸爸就总想给他吃2颗糖，我说不可以。然后我爸爸说为什么不可以？你妈妈没看见，吃一个。对，这个国内家庭非常常见，就是背着爸爸妈妈给孩子吃东西。我觉得为什么爷爷的收买爷爷的口袋都会藏糖啊？还是爷爷最好，对吧？比你爸爸妈妈好。他们很容易来对比爸爸，就是很容易通过贬低爸爸妈妈来拉近和孩子的关系。比如就是说我妈买了很多水果，对不对？然后我说不要给他吃太多，不然他待会儿不吃饭了。这个我是为他的就是作息考虑到，我要考虑他吃饭的那关系，对不对？我爸妈就不会，他就说妈妈不给你吃，可是好像我又突然变成了，好像我就突然变成了坏人。对，他们会刻意把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坏妈妈的形象，因为我禁止他们做一些我孩子想要做的，但是我考虑不健康的事情。
我们这一集把爷爷奶奶说的好坏哦。但是国内的父母就是会是这样，但是反观就是我公婆家，就是我婆婆首先买东西给我儿子的时候，他会问我们说你儿子有没有这个玩具，没有的话我想买给他，他会征求你同意。然后吃的方面，他也完全不会就是无下限的给孩子提供一些他觉得孩子可能想吃的东西，他会问我们说孩子在家里面吃什么，我能不能跟他准备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你他是有尊重的，尊重你是孩子的父母，所以我来问你，我要怎么照顾孩子才能做到和你们一样的情况。OK， 哇，今天太精彩了听到这里，大家知道跨国婚姻感觉真的是有好有坏耶。但是这个国内的公公婆婆真的是十足的坏人。不能这么说，我们来综合一下，就是综合。各国它都有好处有坏处，比如说国外的家庭，他们因为距离感分得很开，所以你照顾孩子的自由重担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的为孩子付出，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这样，你们的小家庭其实就是在围着孩子转。但好处就是你可以完全用你自己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对，就是你的教育理念，你是完全可以自己输出，不用受到别人的就是外来的介入。但是国内的家庭虽然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没有边界，就是省事儿啊，你可以天天出去玩，刷手机，躺床上。但是好的就是他们会非常愿意，就是非常自愿的，非常乐意的来帮你处理家里面的任何事务，就是不一定是照顾孩子，就是可能会来家里面帮你做菜、做饭、打扫。对，这个可能会有的人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可以有人来帮我照顾孩子，帮我来做家务这些。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好坏的，不能说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当然，我们也不要给这个跨国关系加上一个滤镜，只能说每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不要为了就是说盲目的为了追求这样的生活境况去找一个外国人结婚。我们知道人和人不一样的，中国人和中国人也不一样，外国人和外国人也不一样。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家听众在看完这一集以后，就是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鼓励大家我不想照顾小孩，那我跟一个中国人结婚。没有在鼓励跨国融合这件事情，只是说我有幸能够遇到我先生这样好的人，或者是我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跨国家庭的环境中，让我体验到了就是中外家庭的差异。对，前提还是两人相爱为基础。哇，今天我觉得太精彩了，感觉就是在无形中又八卦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觉得真的耶，这个中国跟外国极端不同的文化真的很有意思是的，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是学中文的同学都是跨国婚姻，也有这个中国的伴侣，所以你们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在下面。那这个思雨老师，我们就下次再聊咯，再见，好，拜拜，再见。